我不是说了吗？真的没事儿。什么叫真的没事啊？电话里我都听到了，他们到底怎么你了？他们没有怎么我，这就是我们这儿一个习俗，就是闹婚而已，什么都没有。大勋，没有？那你当时还喊救命，还骂人家流氓，我都听到了。我可以肯定，不像是闹着玩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好吗？不说这个，我们就没有别的可以说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揪着这件事儿不放呢？这事儿我们就别提了吧。为什么不能提啊？我就是好奇，想知道你们乡下人闹婚到底怎么个闹法。真的什么都没有，大勋。星月，我这几天也问了你啊，他们告诉我说乡下闹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是我女朋友，我有权利知道。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究竟对你做了什么，我不该知道吗？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真的什么都没有。你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呀？我就想知道他们到底摸你哪儿了？为什么单单闹你，那没有闹别人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闹别人，他闹了我。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一直逼问我呢，大勋？那你告诉我好吧？我没有做什么。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这样。他们没有怎么样。你不说是吧？行。大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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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幸福啊，妈，我觉得幸运这样下去可不行，他现在还在那屋打电话嗷嗷哭呢。这以后日子可咋过呀？你还是想想你的日子怎么过吧。我能咋过呀？我该咋过咋过呗。主要还是他。等熬过这段时间吧，慢慢就好了。你是怎么打算的？你明天回不回去啊？回去。就回去。那行，回去之后好好跟人家说啊。不行。我还是觉得得让青来八抬大轿把你请回去。否则的话，你就在家踏踏实实的住着。妈，您都把我弄糊涂了。您刚才让我回去好好过日子，现在又不让我回去了。我不回去，我咋好好过日子啊？你不懂，这是人家给你立威呢。青来没这心眼儿。青来是没这心眼儿，但是他妈不见得没有啊。你要是这次就这么上赶着回去了，你这辈子在他们家都抬不起头来。以后要遇到什么事儿，那你肯定争不过人家。一起过日子有啥好争的？哎呦啊，我的傻闺女呀！你嫁过去了，就跟在咱们家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人家都把你当外人。你要不趁着现在把这个威立住了，长点心眼儿，拿出情来，那以后遇到什么事儿，你就真没办法了。好了，
听妈的，我帮你收拾收拾床，先睡觉啊。妹子，在家呢？哎呦，大婶子，你怎么来了？哎呀，我路过来看看你。哎呀，快进屋，快进屋，快来！来，快坐下。哎，你也坐啊，坐吧，坐吧。我给你倒杯水啊。哎呀，你说我呀，往你们家跑的这个勤呐，知道的是我给你们家说了一门亲，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又瞄上你二闺女了呢。哎呦，你可别说我二闺女了。你这今天来呀，还能看见他人，你要是明天再过来，说不准看见的就是尸首了。这话怎么说呢？哎，你不是在场吗？这么大事你能不知道啊？大婶子，我也不是怪你啊。你说了这么多年的亲，你听说过大伯哥闹小叔子婚的吗？没有吧？这大伯哥闹小叔子，那就不是闹婚，那是耍流氓。那一院子的人呀，那眼都瞎了，这是装看不见呐！有这么干的吗？他们？我这二闺女是大学生，脸皮子薄，回来这不就要死要活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哎呀，妹子，这事儿啊，我先给你道个歉啊。哎呀，你说怎么就那么寸？那天呐，我真是累坏了。那酒啊又喝得急了点儿，醉了，我就先回去了。你说我这前脚刚走，后脚就出事儿了。要我说呀，就这事儿啊，别管他是谁，咱们占理儿，不给个说法啊，坚决不能回去。说得对，我们现在啊，就是想要这个说法，在理儿。可幸福把书记儿子脑袋砸破了，满脸的血呀，缝了好多针呢。听说现在头还疼呢。他把人给砸了啊？没听说呀？没说呀？没听他说呀？那肯定是怕你知道啊，担心。书记说了，这两条带儿子去大城市的医院去查一查呢。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是万家集团的总经理，金贵不金贵？这真要给打坏了，查出什么毛病来呀，人家还要告幸福呢。他们还要告幸福啊？这幸福出手那么重啊？可不是嘛！我呀，刚从万家庄过来。哎呀，你是不知道啊，那庆来和他妈这2天因为这事儿啊，天天上那卫生院门口和书记家门口去站着去。但凡能抽出身子来啊，你说能让我一个人过来看幸福吗？你说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你说这孩子，哎呦喂！大婶子，哎，要不然咱们就这么着，幸运这事儿呢，我就不跟他们计较了，啊。你说我家也没个男人，你回去就好好帮着给说和说和。哎呀，好说好说，咱俩都多少年老姐们了，这还是个事儿吗？说的就是呢。那这么着啊，我现在就去做饭，吃过饭你就带着幸福回去。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好。婶子，你没事可别吓唬我妈，我是砸了传家的头，可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幸福啊，别嫌婶子说话不中听。是，传家摸了你妹子，是他不对。不过，你不也把他脑袋砸破了吗？那是我妹，我亲妹被人欺负了，我能袖手旁观吗？你有没有想过呀？这件事儿从头到尾，你说，那老王家有什么错啊？啊？
因为你这事儿，这2个老的天天去给叔家磕头认错，你说这老两口他容易吗？哎，他们干嘛要去给书记认错呢？行，这事儿咱都不说了，就说新媳妇回门这事儿啊，老规矩，回门当天必须回婆家，这事儿你知道吧？你说几十年的老规矩，这说破就给破了，让婆家在村子里都留下画饼了，这事儿你没有错啊？这也赖我呀！我昨天是要回去的，这庆来招呼都没打一声，他自己就先走了。对，是这么回事儿。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呀，他不接。你去问他，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最后可好，干脆手机就关机了。那这不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吗？那我还舔着脸回去干嘛？我好意思吗？就是庆来不对。婶子，你回去你跟他说，他要是还想要我这个媳妇儿，就让他自己过来接。不然的话，也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说。你就跟他说，他一个大男人，跟老婆小肚鸡肠的使性子，这不算本事。他要是真有本事，就去找船家给我们要个说法回来。到时候不用他请，我自己回。都谁在家呢？给我整碗水。这半天跑的腿都跑断了。哎呦，来，正好喝我这个。快这个，来这气。哎呦，累坏了，这还惹了一肚子气，还。哟，咋了？他不回来了？嫂子，我眼拙啊，给你们家牵了头倔驴了。回头我把那猪头啊给你们家还回来。这门亲事啊，算我说瞎了。你看你这婶子，他怎么说的嘛？庆来呀，你是个男人，要个男人样啊，别跟女人一般见识。你就低个头服个软，把老婆接回来，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那凭什么呀？哥，不能惯着，惯出毛病了都。哎呀，现在都用你大人说话。哎，那2只鸡跑出来，你2个快去，把它逮回来，快去！去，赶快去！你俩弄进去，快去，赶紧出去。幸福咋说？幸福说了，说啥？幸福说了，要想还要他这个媳妇儿啊，就让庆来8抬大轿去抬去，要不的就在娘家住下了，让庆来看着办。对了，还说了，庆来要是个男人，就去找船家给他妹子讨个说法，讨来了呢，就不用8抬大轿抬了，他自己麻溜就回来了。这是原话。 8抬大轿抬他，还要给他妹子讨说法，是，真反了他了，真是。真像我年轻时候的性子，这要一叫就回来，还怪了呢。大婶子，你听我的啊，能行吗？咋不行？能行。 行，我试试。村民们，今年村里上来几组的村务汇报和财务报表已经在公示栏里贴出来了，大家这个栏我贴着不是发了吗？啊，对，没错，是发了。我啥事？啊，关于咱们这个保健民厂选址的这个事儿啊，我跟财良和几位村干部也讨论过几次，一直拿不定主意。后来我就想，原来咱们这个采石头的时候，当然当时也不懂环保这方面的事儿。 就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我也想找绿化公司给绿化，问了一下，绿化得几百万。但我后来想，假如咱们在这会要待多长时间呢？选址就还放在那儿，一会儿，你在外面等一下，能够省着绿化费，说一下废地呢，好的，既能省着绿化费了，那还能废地能够生钱，是一举几得的事情。你们也大家琢磨谈谈意见，看看可不可行。 这挺好，可以，是吧？挺好。最好咱们再抽个时间，到这个实地去考察一下子。要去别光咱们去了，我也联系几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到时候看看啊。对，
传家这说到点儿上了。是。哎，传家，你预算都出来了吧？啊，我这就回集团再落实一下。好，那这事儿都定了，然后得好好测算一下，写个报告给我啊。行，好嘞。哎，万书记，万书记，你等我呢？啊。哎呦，我说大婶儿，我们传家这是早都结婚了，传媒也在城里，没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了。哎呀，万书记，看你这话说的，那传家那亲不也是我给你说成的吗？你说什么事？我呀，是为王家的事儿来的，这不，因为闹婚的事儿啊，王家的媳妇儿回了门就不肯回来了。那这是他老王家家教不严呢，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儿子就为这个事儿去凑了个热闹，结果让他们家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我也没说什么呀。哎呀，谁说不是呢？王家呀也知道自己家媳妇儿闯下大祸了，这不，一家人商量了好几天，定了，这个媳妇儿啊，他们家不要了。不要了？这样的女人呐，不要就对了，进到家里也是个祸害。庆来他妈呀，打发庆来去找他，要去镇上闹离婚呢。巧了，让我给撞上了。哎呀，我说这事儿你们不能这么干呐！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把婚就离了，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闹婚的事造成的呢，是吧？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是不是？哎，所以无论如何呀，得知会你一声，对吧？庆来他爸妈呀，没有脸来见你，知道我脸皮厚，就把我打发来了。我呀，就得好人做到底，送佛到西天。我领庆来去找幸福去，去镇上离婚去，啊！哎呀，要说这事儿啊，你也不用劝，劝也劝不住。你不是总说吗？有家才有村，家兴村才兴。就冲这媳妇儿也不能留。你说这要是进了门啊，是不是得把这一家搅得鸡犬不宁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把咱万家庄搅得鸡犬不宁，那也说不定。那村里人是不是得有样学样啊？今天这家闹离婚，明天那家两口子打架。你说你好不容易把这万家庄是治理的和清海晏的，让个小媳妇儿给搅和了，你说这犯不上啊？啊！老话说得好啊，男不和女斗，鸡不和狗斗。你听我的，你这么大岁数，你犯不着和一个小媳妇斗气，是不是？我来呢，知会你一声，我回去呢给王家回个话啊。这老两口还在犹豫呢，我回去跟他们说，不要犹豫了，书记同意了，这婚必须得离，是吧？大婶儿啊，哎呀，人都长着一张嘴，要不怎么说你这张嘴能挣着钱呢？有道理。我管理万家庄，讲究的是家文化，他老王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很好。家和万事兴嘛。娶进门来一个不守规矩的媳妇儿，想休了，用不着我这个当书记的开证明吧？不是想离婚吗？那就离呀。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我管天管地，管不着人家休媳妇儿。你回去告诉老王家，想结想离，这是他们家的私事，村委会管不着，我也没这个闲工夫。不是，万书记啊，哎呦，啥？我可是全按照你教我的那么说的呀。那你看，书记没上套。你这倒好，弄假成真了还。说你这婆娘就是能不够，净出这馊主意。现在要是不离吧，你不糊弄领导吗？那要是离了呢？那我们家彩礼怎么办呢？还有，办婚礼的开销，这不全打水漂了吗？婚床还没捂热呢就离婚，你这庆来还怎么做人呢？这不成了笑话了吗？你让孩子的话成不成亲了？你说。不对呀，那万书记大会小会不都说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吗？啊，那村上好几对要离婚的，不都让他和好了吗？那咋到我家的？哎，他婶子，要不然那个再劳烦你跑一趟，你跟我家那不懂事的媳妇说一下，
你说他要是再不回来，那我家不想离，那也得离了。可是啊，喂，大勋，你这些天干嘛呢？怎么都不理我，怎么都不接我电话？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别生气了，好不好？是幸运吧？我是大勋的妈妈。阿姨，大勋呢？姑娘，有些话大勋说不出口，我帮他说。你是个很优秀的孩子，但是你跟他不合适的，不如趁现在就早点分开，互相都别耽误。阿姨，大勋在哪儿？让他亲口跟我说。大勋来嘛，那也是这些话呀。姑娘，有些话我们不说破，那是给你留面子。面子？我要什么面子呀，阿姨？我现在已经没有脸了，我不想要这些，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你真的不懂吗？那你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了。你知道的，我们家亲戚朋友很多的，那身份也都不大一样。要是以后这个事情传出去的话，那我们在亲戚当中不好做人的呀。你跟大勋啊，就到此为止吧。这辣椒有点呛啊，今天。来，师傅，把这个嘛。新月，吃饭了。新月，咋又喝上了？姐知道你难受，但你老这么喝酒糟践自己，也不是个事儿啊。别哭了，哎呀，别哭了，啊！大勋，大勋不要我。为啥？我电话里听到了我被那帮混蛋，他觉得丢脸。啥？你被人欺负了，他还这么想啊？他觉得我被人摸了，他觉得我脏了。姐，你知道那一刻我什么感觉吗？我就像一把刀插在了我心上。在这件事之前，我们两个真的很好。他还跟我说过，他会带我去见他父母，他会跟我结婚，他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刚刚他妈妈给我打电话，他妈跟我说，他们家的亲戚有很多，他不想让他们丢脸。你知道吗？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不管我怎么努力，不管我怎么优秀，在他们眼里我都是低他们一等的，我们不平等，你知道吗？姐供你读大学，可不是让你这么想的。他们出生就是天上的凤凰，跟我呢？他们越是瞧不起咱们，咱们越要好好活着。
星月，我都可以被一个村书记的儿子随意侮辱，他们对我一点歉意都没有，我算什么呀？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来了，婶子，你来了，那进来说吧。啊，啥意思？就这意思。幸福啊，你就听婶儿一句话吧，妈就跟婶儿回去啊。有什么事儿啊，回到他们家再说。你要真不回去啊，我怕这婚呐真要离了。那这么说，他家就不想要我这个媳妇儿了呗？不是他们家不想要了，是人家不敢要了。他婶子，哎，你说咱姐妹这交情，那是亲姐妹的交情，是不是？哎呀，是。你跟我撂句实话，他们家是真动了离婚的心思了，还是跟我耍心眼子呢？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王家呀，因为你们家幸运的事儿啊，彻底把书记给得罪了。这回啊，是真动了离婚的念头了。
姐，妈，我姐呢？你姐不是在屋里呢吗？没有啊。没有。嗯。幸福。没在。幸福。坏了，她肯定是回去了。什么呀？快给你姐打电话。喂，姐，你上哪儿去了？去万家庄，去跟你要说法去。姐，你别去了，我不想有什么说法。幸运，有什么话等姐回去再说。你说怎么就这么倔？你说，商量都不商量，他这是不想过了，他这。妈，姐真的要离婚吗？幸运，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不知道。你怎么还不知道啊？你姐这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啊？啊？咱们这个家，包括你，怎么有的今天，你心里最清楚啊！为了供你上学，你姐到初中她就不读书了，直到你大学毕业她才出嫁。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好婆家，这刚一过门就闹这么一出。哎呦，你说要为了这个事儿把她婚给搅黄了，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幸运，你心里头过意得去呀？啊？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幸运，你和你姐都是妈身上掉下的肉。手心手背妈都疼啊！但是事情已经到这步了，就算你姐让他们道歉了，又能怎么样？认了吧。这就是咱们这种人家的命，受了气，堵了眼。好好的啊，我的闺女，妈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的。万书记，王爷的新媳妇来找你。这到底还是来了，叫他进来。好。万书记。你又是来找我要说法的？是。我听说为此事，
你婆婆已经不打算要你这个刚进门的儿媳妇了，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来呀？因为我妹受到了伤害，她天天觉得自己身上有味儿，一天洗好几回澡，那身上都搓红了。男朋友因为这事儿跟她分手了，她现在情绪很低落。这么严重？这要是换成您闺女，衣服都被人扒烂了，然后身上被摸个遍，您怎么想？这个混蛋！书记，这不叫闹婚，这叫耍流氓。那我必须得要个说法。他们老王家不敢要说法，那是因为您是书记，您是领导。但是我不怕，就是因为您是书记，您是领导，那是领导更应该讲道理才对。那我要不给你这说法呢？那我就往上告。要是我给了你这说法，你还离婚吗？那就要看婆家的意思了。我不想离婚，但是为了这个理儿，非要离，我也认了。可见着你媳妇了？没见着，听村委会的人说已经走了。走了？哎，回村不回家，那他回来干什么？是不是真的回来了？别是杠子拿你寻开心的吧？没有，我也见着会计了。他说幸福去见那个万书记，说完话就走了，千真万确。看来你这个媳妇是铁了心了，为她娘家妹子的事啥都不管不顾了。她宁可不要这个家，也非去要个说法。你可得早点有个心理准备。妈，我没准备，我也不想准备，我不想离婚。如果这门亲事就这么散了，你得把彩礼钱给我退回来。张总发来的合同你看了吗？看了。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呢？这个保健品厂啊，既然要建在万家庄，就得冠咱们万家庄的名头。那要打咱们万家庄的牌呢，咱们万家集团就得占大股份，这样以后在运营的过程里，咱才有话语权。要是这样的话，这投资要比预计多了。多新鲜啊！投的多，占的股份多，以后挣的还多呢。这小子最喜欢挑头，就把你啊忒嫩，挑不起来。那没事啊，这天塌下来先砸个儿大的，这不是有你给我把关保驾的吗？哎呦，这话说，咱们这样吧，明天啊，让蔡良我叫上村委会的干部，到公司的会议室开会，大家一块儿议议。行啊，那我一会儿就通知他们。开完了会呢，你去一趟有德他们家，干嘛？给幸福的妹妹赔个礼，认个不是啊。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我跟他道歉，我不去，我丢不起那人。他给船家头上打那么大一口子，到现在还疼呢。当时没让保安队给他拉出去打一顿就够让他了，还给他道歉，混账话！哎呦，妈，赶出去啊！你把人家给闹得不成个样子，道个歉怎么了？又不能掉块肉。他下手再重点儿，就不是掉块肉的事儿了，我这小命都没了。人家不是给你赔了不是的吗？你怎么就不能给人家赔个不是啊？一句话的事儿，这还真不是赔不赔礼的事儿。我那不是喝高了吗？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我现在好歹是集团的总经理，手下管着700-800人呢，工作中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时候，
因为这么点破事儿我就服软道歉，那以后工作的时候呢，我是不是遇到事儿我跟谁都得服软道歉啊？那我还有什么威信？我管别人，我说话谁还听啊？爸，这闹婚自古就有，又不是从我这儿开的头，谁家结婚不闹啊？对吧？那不是他王有德家啊，请我求着我去闹的吗？你是大白哥，谁闹又轮不到你闹。再说了，你们闹的也太过了呀！有你们那么闹的吗？把人衣裳都给撕了，还乐？人家好歹是个女大学生，还没嫁人呢。她嫁了人谁还闹她呀？我意思是说，就算我闹得有点过头了，对吧？那他姐把我打了呀，我淌一脸血，我不也认了吗？我没让人找他麻烦呀。可是人家给你道歉了呀。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呀？啊，怎么着？我摸了他妹妹两下，他妹妹才不会掉块肉呢。啊，他砸了我，打了我，他还吃亏了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自己看着办。那他们家忍一步还能风平浪静呢？我不去啊！那胳膊肘天天往外拐。星月，星月，妈，哎，妈，幸运呢？我看她东西都不见了。你妹妹回城里了。啊？给你留了封信。这丫头搞什么鬼？姐，我走了。无论你去找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我都不在乎了。行，总之，我被那帮流氓害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大勋也离开我，我认命了。但不能再让这件事害了你们。再这样下去，你的日子也过不好。我不希望看到事情变成这样，就让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我去城里找工作，再也不回来了。等我在城里扎下根，接你和妈进城过好日子，我会记着咱爸临走前说的话，日子要好好过，使劲儿过。姐，你也要好好过，使劲儿过啊！我走了，希望咱们一切都好。算了，别打了。您说他这是干嘛呀？我都已经跟万书记说好了，万书记答应我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哎呀，我的闺女，就别要说法了啊！你要知道，幸运走，他就是为你着想，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儿，把你好端端的婚事给毁了。得，你们俩的事儿，你们自己说吧。媳妇，我来接你回家，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吧。啥就算了？你不是想离婚吗？我就是不想才来接你的呀。你不是去找那个万书记了吗？嗯，书记会给你说法吗？万书记答应会给我一个说法。不可能的。这有啥不可能的？你等着瞧吧。你先回去吧。
发财。万书记遛弯呢。等我点炮是吧？我跟你说，灌才点炮的，我才不点炮。别去。哎，书记啊，吃饭了吗？万书记，没玩钱吧？没有。我玩钱我就踢你。玩吧。好。9万，就给我。今天然后大家过来开个会啊，咱们主要是议论一下关于建保健品厂的事情，这是正事儿。但是说正事儿之前，我先说个别的事儿。大家都知道，前些天王永德他们家娶媳妇儿，很多人去闹婚，闹得有点过搞得很不愉快。当然了，闹婚呢，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习俗，但是传统习俗也有好有坏。我的意见呢是，好的咱们就要坚持，不好的就要把它剔除，移风易俗。所以我提议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谁家娶媳妇儿嫁闺女，都不许再闹婚。大家有意见吗？你们能不能明确个表态？有没有意见对这个事儿啊？移风易俗啊？没什么意见没意见哈。那行，那小林，去找村委会，让他们起草个告示贴出去。好嘞，王总，我现在就去。下面说正事啊，这个关于建保健品厂的事儿吧，我想合同还有什么贷款的协议，各位都看了，说说你们的意见。蔡良，要不你先说？我想的也不太透彻，那我就抛砖引玉。首先呢，我同意传家说的这个占大股这个提议毕竟这个厂子是在咱们万家庄的地界上不打咱们万家的品牌，那说出去不好听。但是要是占大股的话，那就意味着咱们的这个投资肯定要比咱们预期的要大得多了我说这话也不是说咱们村里头出不起这个钱，但问题是，等这个厂子建成投产以后，这个产品一上市，总得打下市场吧？到时候销售什么宣传广告这些个费用，这是一个无底洞厂子效益好的话，能把这个洞填平了。它万一要是不好的，是不是咱们前期投入这么多，不能全打了水漂吧？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万家庄。这也是远近闻名的这个明星村、富裕村了。这万一到时候这闹的这个名声咱保不住了，该怎么办？你刚才说这话，是你个人的意思呀，还是你们大家伙都商量完了集体的意思呀？这前怕狼后怕虎的，还做什么事儿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们以前上山采石头送食材的时候。吃不起饭，连路都没有，还不是趟出来了？怎么着？现在安逸了，生活条件好了，胆子没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日子好过了，那他们需要什么呀？不就想着能健康长寿吗？你说现在逢年过节，赶个周末，大家串个门，走个亲戚，访个朋友，谁还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呀？不都提着保健品吗？盒子漂亮，有面子，也实用啊。市场上那么多保健品，哪个卖的不火呀？万总我们就是有些担心，现在这个保健品市场上，产品种类太多了，咱们要是再做一个扔进去，这不显山不漏水的，这万一卖不动，赔了钱怎么办？这么大的投入这事儿都没干呢，就先想赔钱的事儿了，不显山不漏水，那就把它做得显山漏水，是不是？包装搞得好一点，东西内容做得好一点，北方卖不了有南方，城里卖不了卖农村，怎么可能卖不出去呢？为什么想做这个保健品厂还不是每次开会你们都在那念叨，瓷砖厂、建材厂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挣不着钱了，那才说咱们弄一个保健品厂，让集团转型，对吧？要照你们这么说，啥也别干，混吃等死算了。干什么呢？
有话好好说嘛，这不大家一块商量的吗？什么态度啊这是？书记，船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反正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先把这个困难呀都想到了，这样等困难真来的时候，不至于措手不及嘛。未雨绸缪，是吧？困难肯定是有的，是吧？但是大家咱们呢，不能被困难吓倒。过去咱们没钱的时候、穷的时候，咱们都走过来了。哎，眼下这点事儿，怎么可能走不过去呢？船家着急，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这态度是吧？要注意，是吧？咱万家庄应该说在县里、市里都算是明星村、富裕村，可是要把咱们放到全国、全省，咱就啥都不是，不能够现在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万家庄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所以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加油干！放心吧，万书记，你拍板指路，我们大伙儿跟着啊，不含糊。既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那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好吧。您好，您好，我是之前联系过想来租房子的啊，是您啊，快进来啊，谢谢。用换鞋吗？啊，不用了，里面看一下吧。这间是厨房，公用的。哦。再往前的话是一间卫生间，也是公用的。刚好我们现在有2个房间在出租，朝南的是900块1个月，这间朝西的800一个月。这么小要800块啊？是的。能不能稍微便宜点啊？因为我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不好意思，小姑娘，这个是市场价，就这样。行吧，那我就要这间吧。